Hi everyone! In today's HSK2 lesson, we're looking at some subtle but important word differences in Chinese. We'll compare 有点儿 and 一点儿, and also explore how 在 and 真 change tone and meaning in sentences. Let's break them down clearly with simple examples. 大家好，欢迎来到咱们这次的深度解析。今天咱们换个玩法，不当学生，来当一回语言的策展人，怎么样？我们一块走进一座特别的画廊，这里面展出的全都是中文语法里的艺术品。所以现在请你暂时忘掉那些条条框框的规则，准备好用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来感受一下语法里头藏着的那些画面和情感。你有没有想过，语法它到底是一套冰冷的科学公式呢，还是一门充满温度的艺术？今天咱们就来探索一下它的另一面。我们不聊规则，只看画面，不记定义，只谈感受。你会发现，每一个微不足道的语法点，其实都是一种独特的笔触，是用来描绘我们内心风景的。好了，咱们的艺术之旅现在正式开始。好，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一个展厅。这个展厅的主题呢，叫做失衡之美。你看，整个展厅里只展出了一件作品，它的名字就叫做有点儿。他想捕捉的是一种非常微妙，但你我又都特别熟悉的一种情绪。这幅作品的官方名字叫做轻微的不如意。你注意关键词是轻微，它不是那种强烈的抗议，也不是什么巨大的悲伤，而是一种打破了完美平衡的淡淡的遗憾。来，咱们一起想象一下这幅画的样子。画面中央是一个用色很大胆、线条特别圆润的陶瓷碗，里头盛着白花花的米饭。哇，一切都看着近乎完美，对吧？但是呢，就在碗的边缘有一个特别小的缺口。这个缺口其实不影响你吃饭，可一旦你注意到了，就感觉眼线再也挪不开了。就是这个让你心里咯噔一下的视觉焦点，就是有点想要传达的那种非常精确的感受。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旁边挂着的这个定义，是不是一下子就清晰多了？有点这个词，它不是在提要求，它是在描述一个已经存在了而且打破了你心理预期的状态。它就像是用语言指出了那个晚上让你觉得不太舒服的小缺口。比如说这句话，妈，米饭有点少。你看，说话的人其实不是在命令说再给我添点饭，他是在陈述一个让他感到轻微失衡的观察结果。意思是这个饭量跟我心里那个刚刚好的完美标准好像还差了那么一点点。你看那种轻微的不如意的感觉是不是一下子就出来了？哇，这张对比图就特别有意思了，它展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行为。你看，说这颜色有点不对，就像是艺术家退后一步，眯着眼睛审视画布，指出了那个不太和谐的地方。这是一种观察，对吧？但是说再加一点蓝色，那可就不一样了。这是艺术家已经拿起了画笔，准备动手去修成那个不和谐了。所以你看，一个是指出现状，一个是采取行动，想要恢复那个平衡。好了，那现在轮到你来当一回艺术评论家了。如果一个人觉得新买的衬衫穿着不舒服，他的第一反应是先描述这件衬衫有点大呢，还是直接提出动作请求，要一件小一点的？没错吧？肯定是先用有点大来描述那个让他感觉失衡的现象，然后呢，才有可能提出一个恢复平衡的请求。非常好，看来我们已经掌握了怎么去描绘失衡之美。那现在咱们穿过这个走廊，去下一个展厅看一看，那里的作品探讨的是语言里面的流动感和节奏感。这个展厅的核心展品就是汉字在。你看，它本身就充满了动态感，就好像一个舞者一样，既能优雅地指向未来，又能跳出一段循环往返的韵律。你看，这里的两件艺术品就完美地诠释了在的两种动态。左边呢是一座极简风格的雕塑，它是一个指向远方的充满动感的箭头，而右边是一个数字艺术装置，画面上是一条不断流动的首尾相接的莫比乌斯环。你看，一个代表延伸，一个代表循环。所以我们来看它的定义在这个副词，它既可以表示更加，
也就是在现有基础上更进一步，就像那个指向远方的箭头，让动作的能量继续往前流动。同时呢，它也可以表示未来动作的重复，就像那个莫比乌斯环，让一个动作在时间轴上再一次上演。当它表示更加的时候，你看这个例子，请你说的再慢一点儿。这句话里的再就是在慢这个状态上给它施加了一个向前推进的力，要求它沿着那个箭头的方向去移到个更慢的程度。而当它表示又一次的时候，你比如说这些水果很好吃，你再吃一点吧。这里的再吃可不是指已经发生了的动作哦，而是邀请对方开启一个新的未来的循环。这个吃的愉快体验，我们希望它能像那个莫比乌斯环一样再来一遍。那么问题来了，在创作我们自己的句子这幅画的时候，这件充满流动感的工具应该放在构图的哪个位置才最合适呢？咱们来看这个句子啊，这个手机 A 能 B 便宜 C 一些 D 吗？如果我们想让便宜这个意愿流动得更强一点，就需要用在来给它一个推力。那应该放在哪儿呢？当然是放在动词便宜的前面，也就是位置 B 变成能再便宜一些吗？这样一来，整个句子的动态感和期待感一下子就都加强了。好了，各位艺术爱好者，咱们的旅程马上就要来到最高潮了。最后一个展厅，我们要欣赏的是语言里头最具爆发力的那种情感色彩。这件展品就是汉字真。这么说吧，如果说语法是我们用来表达的颜料，那真这个字绝对是一管纯度最高、最鲜艳的亮黄色。它一出场，就能让整幅画的情感焦点瞬间被点亮。你再想想这么一幅画，在一个色调比较柔和的背景里，突然一束强烈又温暖的聚光灯啪的一下精准地打在主角那个灿烂的笑脸上，一下子周围的一切都变得黯然失色，只有这份快乐被无限放大，被凸显，变得不容置疑。我跟你说，这束情感的聚光灯就是真在句子里的作用。所以你看它的定义就非常纯粹了。真这个副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用来抒发那种强烈的发自肺腑的情感。它不是在客观的描述，而是在主观的感叹。它不是在陈述事实，而是在表演情绪。比如说，你的歌唱得真不错。哎，你想想，如果我们说很不错，这可能就只是一个礼貌的、比较客观的评价。但是，一旦我们用上了真这个字儿，就相当于啪的一下把一束聚光灯打在了不错这个词上，同时还加上了惊叹的语气和赞赏的表情。这种发自内心的感觉，对方是绝对能接受到的。这张幻灯片儿就特别巧妙地展示了真和狠的区别。真是情感的聚光灯，它照亮的是一种感觉，而狠呢，更像是一个贴在事物上的说明程度的事实标签。所以啊，我们可以给衣服贴上很多的标签，但是我们不能用真这束聚光灯直接去照亮衣服这个名词本身，我们只能去照亮多这个主观的感受。好了，我们这次的艺术之旅差不多就到这里了。不过这个不是结束，恰恰相反，这是你作为一名语言艺术家的创作开始。现在画笔已经交到你的手上了，你的工具箱里已经多了3件利器了，有点儿。这是一支能帮你描绘出那种微妙失衡感的精细画笔。在这个动态工具能为你的句子画出指向未来的流动线条，或者是创造出重复的韵律。还有真，这盏强大的聚光灯能让你想强调的任何情感都闪闪发光。那么不妨思考一下，在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语言里，还隐藏着多少这样看不见的艺术呢？也许语法本身就是我们所有人每天都在共同创作的一件最宏伟也最鲜活的艺术品。 Great job! Now you have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how 有点儿, 一点儿, 在, and 真 work in different contexts. These small differences may seem subtle, but they make a big impact on how natural your Chinese sounds. In the next lesson, we'll explore the adverb 最 and the prepositions 从 and 对, and see how they shape comparison and direction in Chinese sentences. See you in the next class.